而家作為一個公平個租嘅時代，係唔係而家就係一個值得買入住宅物業嘅時機？買樓收租其實係唔係咁着數？喺之前影片嘅留言總會有人講買樓要俾好多錢㗎噃，有印花稅啦、律師費啦，租完仲要包埋維修開支，又要俾差餉雜費。如果上網就咁打物業稅三個字，仲話俾你聽要俾成15% 做稅項，咁樣扣埋埋，可能根本冇錢賺，仲要蝕埋錢俾政府。但係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當我講到公平個租，投資者就入市嘅時候，好多人就會話我唔計呢樣，唔計嗰樣，仲講到雜費開支要成2000到4000蚊一個月。到我出咗右上角呢條片嘅時候，解釋翻公平個租只係一個現金流概念，總有人又會講我冇計物業稅。喺實際上，物業稅一定唔係租金嘅15%，因為本身評稅額係要扣已繳差餉，同埋自動係會有20% 嘅標準免稅額。不過對多數嘅人嚟講，呢個都唔係重點，因為對多數人嚟講，物業稅係可以用個人入息課稅嚟大幅減少物業稅嘅開支，甚至可以低到係1蚊都唔使。實際上嘅雜費、維修等等嘅開支更加係少咗一啲，只係好多人缺乏實際嘅經驗，就將呢啲嘅支出妖魔化咗。喺今次呢條片，我更加有幸得到朋友嘅相助，得到最真實嘅一手數據，同大家詳盡去講解買樓收租有咩支出同埋點樣去計算。見到減息週期來臨，考慮緊買唔買多層樓收租嘅你，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因為呢條影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並會扭轉你嘅思想。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喺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主要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並揾到合適你嘅投資方法，令你走最近嘅路，更快咁達到財務自由。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喺睇完呢條片之後都能夠了解買樓收租係究竟有咩真實嘅支出。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其實好多人都冇搞清楚一件事，就係買樓之後嘅支出有分一次性支出同恆常性支出。例如買樓嘅印花稅、經紀佣金、執收等等嘅錢就係一次性嘅支出。呢啲支出嘅數字往往都會比較大，令好多人卻步或者會誤解。其實投資者知道未來因為錢幣貶值之下就會令樓價升，呢啲錢喺未來賣樓嘅時候個差價度扣翻就可以啦。或者呢個投資者係打算長期收租唔會賣，咁呢啲嘅一次性支出就要將個年期變翻大，再除翻咗每個月嘅支出，其實都可以少到唔計。但係租金收入係一個恆常性嘅收入，亦即係現金流收入。要比較嘅話，應該要用翻恆常性支出，即係差餉、雜費、物業稅等，先可以有直接嘅比較性。由於今次得到較多嘅一手數據，喺今次影片嘅主題入面，我就會以嗰啲數據嘅屋苑嚟做例子。而今次嘅主角屋苑就係位於九龍灣嘅麗晶花園。喺度我先唔評論呢個屋苑嘅質素啊、位置嗰啲，因為作為投資者就只係講錢嘅啫。咁我就得到嘅數據就係麗晶花園嘅入場版407尺嘅2房2廳單位，翻查翻網上嘅資料顯示，而家嘅成交價大概係如圖咁樣，睇落380萬就買到啲質素唔差嘅翻嚟啦。而租金方面已經叫到13500到15000蚊，喺度我就當14000蚊啦。用翻我往常嘅計算，380萬借7成按揭供款30年，就會得到咗月供係12000蚊有找，即係每個月有成2000蚊落袋。去到差餉地租嗰度，其實就係2436蚊一季，即係一個月係812蚊。其實做業主每年仲有差餉扣，早幾年扣差餉多嗰陣時，其實可以平成一半。其實只係近年政府嘅收入少咗，業主依家先要俾多啲差餉。我諗買樓超過3年以上嘅業主都知道我講緊乜嘢。不過喺度我就照用翻812蚊一個月去計啦。而麗晶花園嘅管理費就喺2024年之後冇加過，細2房係806蚊。咁朋友就話其實仲有40蚊嘅大廈維修基金喺度嘅。咁
咁即係每月嘅差餉管理費雜費加埋係1658蚊一個月。所以麗晶花園而家係公平個租，連埋差餉雜費，仲有幾百蚊落袋。仲有一樣嘢你唔好唔記得，還款本金每個月有成4000幾蚊，都係業主賺嘅錢。如果你想了解多啲，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片，我喺度就唔慢慢再講啦。咁除咗呢度每個月同每季要交嘅數之外，其他嘅維修雜費開支都要扣嘅。咁我想問下你屋企其實有幾可有嘢要維修？我相信一年要維修嘅次數唔需要好多。同時，除非租約寫明包維修，否則唔係所有嘅設施都會包維修。喺普遍嚟講，喺香港租樓都係唔會包家電，但係會包埋入場帶唔走嘅設施維修。如果係壞咗洗衣機啊、電視啊，其實呢啲都係屬於個租客嘅財物。佢壞咗嘅話，係要個租客自己負責返。出租物業拎唔走嘅設施其實係有限，總唔會上個月壞冷氣機，今個月壞門鎖，下個月再壞廁所。咁根據我朋友所講，佢間屋大概一年會壞一樣嘢到，平均就1000蚊一年。雖然好睇係壞咗啲乜嘢嘅，不過一般都唔會好貴。而有做按揭嘅話，你係要買火險嘅，同時個保障額最少都係要你嘅按揭額。當你個買入價係380萬，借7成咁計，網上有啲平嘅保險公司都做到900蚊左右一年。同時做按揭嘅銀行多數都會送翻1年嘅免費火險俾你，有部分嘅屋苑嘅管理費更加會包埋火險，唔需要業主自己去買。所以火險呢條數基本上係少到唔需要計。最後嚟到物業稅呢一 part，其實有10分之多嘅人對物業稅係有誤解，話物業稅要俾成15%，更加見過有人喺 IG 講唔好填後嗰20% 嘅收葺費做扣稅額呢啲嘅錯誤資訊。不過我都認同，如果你就咁睇網上嘅資訊係十分之難去理解嘅，冇經驗嘅人就好容易有誤解。如果你而家係做緊包租公包租婆，俾份報稅表你填錯咗，仲要俾多成萬幾蚊稅，再難用嘅網站你都會識得用，報稅表反轉你都會識得填。入翻正題，你就咁揾物業稅3個字，就梗係見到15% 啦。但係你睇真啲，係要扣差餉，同埋嗰20% 嘅收葺費係自動俾埋扣稅額你嘅。實際上喺報稅嘅入息係可以7除8扣。同時15% 嘅物業稅其實係最高嘅稅階，多數嘅人係可以揀個人入息課稅去節省大量嘅稅項。其實喺政府個網站都有細細隻字，用詞不肯定，慌死你睇得到咁樣講，可否減少稅項？冇經驗嘅人又點會睇到呢啲字呢？我相信有能力買樓嘅人都對報稅表唔陌生，始終萬幾蚊人工就要開始交薪俸稅。而喺個人入息課稅嘅物業稅，只係你嘅額外收入，仲要扣差餉兼自動同你打8折。如果你嘅物業係有做按揭嘅話，按揭利息都可以做埋扣稅，即係政府收你嘅物業稅，幾乎只係計你淨賺嗰一筆。同時用個人入息課稅更加有大量嘅免稅額，但係每個人嘅免稅額都係因人而異。根本冇辦法慢慢逐個人去幫你計。講到一生三宅達到財務自由咁計，一間自住2間收租，假設有2公婆，無兒無女無額外免稅額無工作嘅情況下，大家各有一間麗晶2房收租，喺差餉喺冇被寬減嘅情況下，物業計算機計算到佢哋一年要交近2萬蚊稅，但喺實際上用個人入息課稅，佢哋2個人要俾嘅物業稅都係0。實際上，如果你人工唔係高到離晒地，或者實力勁到可以有1沓樓收租，物業稅對只係有1-2層上車盤嘅小投資者嚟講根本唔多。如果你真係有1沓樓收租嘅話，我都相信你唔會介意去俾高少少嘅稅階嘅。咁嚟到情景假設，而家有一對夫婦，佢哋介乎35至44歲，佢哋嘅收入都係等於入息中位數，即係每人23,000蚊，合共46,000蚊一個月。佢哋有1個仔女同埋有一個60歲以上嘅同住父母免稅額。而家佢哋有資金想投資香港嘅住宅，佢哋而家睇中咗麗晶花園嘅細2房。
市價係380萬，仲係100蚊印花稅嘅目標之中，收租都可以有成14000蚊一個月。咁佢哋做70%按揭買入單位之後，要俾嘅首期就係114萬。俾多38000蚊嘅經紀佣金，印花稅加律師費就1萬蚊左右啦。咁佢用正常嘅價錢買翻嚟，我估佢都唔係拎包入住嗰一隻，大概要揾個油漆師傅嚟翻下油，自己換下啲啱心水嘅燈咁樣啦。喺度我預夠2萬蚊俾佢，我估應該都俾多咗㗎啦。之後再揾代理出租，翻新年空置時間加埋個租客嘅免租期，我俾夠2個月佢。業主都係要白供2期樓同埋雜費，即係12000蚊加1600蚊乘2個月，加埋就27000蚊左右啦。到揾到啱心水嘅租客，仲要俾半個月嘅租，即係7000蚊嚟做經紀佣金，再加埋租約印花稅，2年先嗰幾百蚊，仲要個租客俾一半。不過前提係有2按以上，雖然2個月嘅按金唔係賺個租客嘅，但係現金流上面的確係入咗你個袋，所以喺揾到租客之後，你根本唔需要額外拎筆錢去找呢啲數，到佢退翻租嗰陣時，賺嘅錢都喺翻晒度啦。所以喺度加加埋埋，呢個夫婦係拎咗124萬多少少出嚟，就可以月月有租收。之後嘅開支基本上都喺個租金度扣晒，係個租客幫佢哋供樓，當中仲要佢哋俾嘅首期同白供2個月嘅本金都唔係真正嘅支出，只係收咗喺層樓入面。真正嘅支出其實10萬蚊都冇。大家最關心嘅物業稅，我都幫佢哋計埋，用稅局嘅計算機去計，佢哋嘅物業稅加埋薪俸稅係1蚊都唔使俾。不過今個財政年度個扣稅額係少咗啲嘅，喺呢個情況下，佢哋可能喺呢個年度佢哋係要俾400幾蚊稅嘅，連埋火險維修費嗰啲都少到可以唔計，所以千祈唔好俾15% 嘅物業稅嚇怕咗。至於未來要唔要夾錢做大維修，就好睇個屋苑嘅維修基金多唔多錢啦。不過做大維修其實都係一種令物業升值嘅方法。做完大維修之後，個屋苑靚咗、企理咗，叫價都自然會高咗。其實多數嘅人只係用支出嘅角度去不斷咁拒絕而家買樓有投資值博率嘅事實。其實用投資者嘅眼光去睇，在乎嘅應該係你支出之後會得到幾多嘅回報。如果你係懷住空杯嘅心態去睇呢條片，希望你唔好因為覺得有好多開支去計，而盲目地覺得依家買樓投資未有投資價值。我學過股票嘅價值投資法，其實知道要衡量物業嘅支出同埋收入係遠遠簡單過分析一間公司，因為買樓收租收入永遠都係得租金，最多都係有幾萬蚊嘅按揭現金回贈，而支出表面上好似好多咁，其實你見得多嘅話，就會發現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樣，你只要搞清楚嘅話，其實呢啲數一啲都唔難計。最後利益申報翻，本人係一位自住10大藍籌屋苑嘅小業主，麗晶花園只不過係我一位朋友提供到俾我嘅數據，我並唔係建議你買入嗰個屋苑。始終人人嘅喜好都唔同，想買嘅屋苑都唔同。但係你上網試下揾下公平過租4個字，就有一大堆屋苑嘅名單俾到你。見到有好多東九龍嘅舊屋苑，其實都同麗晶花園差唔多。不過喺做完呢條片之後，其實我都覺得麗晶花園公平過租年雜費係10分之有投資價值。不過做投資者就係咁，子彈用盡就冇辦法。我自問喺現階段拎唔到124萬出嚟買多間。不過喺個以上嘅假設之中，我相信大把有準備嘅香港人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如果借盡90%按揭自住嘅話，有43萬儲蓄就已經買到。不過機會就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否則美國重新擴表印錢，低息高通脹嘅世界又會翻返嚟，到時就唔好後悔錯過咗機會啦。以上就係我今日全部嘅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